1952年的秋天，伦敦的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雾气。一艘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游轮正缓缓驶离南安普顿港，驶向大西洋的彼岸。甲板上站着一位举世闻名的男人，他头戴圆顶礼帽，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，手中拄着一根文明杖。他就是查理·卓别林，一个用默片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喜剧之王。此刻，他的心中却没有半分喜悦。就在邮轮离港前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司法部的电报，通知他这位英国公民将被永久拒绝返回美国，除非他能通过一场关于其政治倾向和道德质量的严格听证会。这无疑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放逐。这位在银幕上给无数人带去欢笑的大师，在现实中却因为他对和平的呼吁、对底层的同情，以及他那混乱的私生活，被他生活了近40年的第二故乡美国无情地抛弃了。那一年，卓别林63岁，他站在船头，望着渐行渐远的海岸线，身后是他在好莱坞建立的庞大电影帝国，眼前却是茫茫未知的前路。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，等着看这位喜剧大师如何上演他人生的最后一出悲剧。换作任何一个人，面对如此的背叛与驱逐，恐怕早已崩溃。但卓别林没有。他短暂的错愕之后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。他平静地对身边的第4任妻子乌娜·奥尼尔说：“我们不回去了，我们去瑞士，去日内瓦湖畔，买一个庄园，安一个家。”这个决定标志着卓别林人生的下半场，从一场无休止的向外的征伐，转向了一场深刻的向内的扎根。在瑞士维威市的德巴纳庄园，这位昔日的电影巨星彻底告别了聚光灯下的喧嚣。他脱下那身标志性的戏服，换上最普通的便装，像一个最寻常的丈夫和父亲那样，开始了他人生的第2幕。他和乌娜以及他们的8个孩子，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，过上了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。他会亲自开着那辆老旧的劳斯莱斯，送孩子们去村里的公立学校上学。他会在花园里种下满园的玫瑰，只因为乌娜喜欢。他会在壁炉前给孩子们朗读狄更斯的小说，模仿书中不同角色的声音，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。他曾经是一个在全世界拥有无数影迷，却始终找不到归属感的流浪汉夏尔洛。如今，他却在一个小小的家庭里找到了灵魂的锚点。他曾经是一个风流成性，在无数女人间穿梭的情场浪子，如今他却在比他年轻36岁的乌娜身上找到了相濡以沫的终极慰藉。乌娜为了他放弃了美国国籍，也放弃了继承父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·奥尼尔巨额遗产的权利。他用一生给了这个漂泊的灵魂一个最温暖的家。卓别林晚年时曾对他的孩子们说：“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，但最让我感到富足的，不是那些堆积如山的奖杯，也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而是每天早晨醒来，能看到你们母亲的睡颜，能听到你们在花园里的笑声。”1977年，88岁的卓别林在德巴纳庄园的睡梦中安详离世。他走的时候，所有的孩子
都陪伴在身边。他给世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电影，但他留给自己最宝贵的遗产，却是这25年温馨安宁的家庭时光。卓别林的故事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们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奔波的人。我们年轻时总觉得世界很大，梦想很远，我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向外探索，去追逐名利，去赢得世界。我们以为占有越多的外部资源，人生就越成功。但当我们走过山丘，人到中年，才蓦然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奢侈品，不是限量版的跑车，不是半山腰的豪宅，而是一个和睦安宁的家。人到中年，所有的比拼，到最后，其实都只剩下了一种能力，那就是向内扎根的能力。你的事业，你的人脉，你的财富，都只是你人生这棵大树的枝叶，它们或许能决定你飞得多高，但唯有你的家庭，才是你深深扎入土地的根系。它决定了当暴风雨来临时，你是否能屹立不倒，安顿父母，守住生命的来处，扎下存在的深度。我们常常把目光投向远方，投向未来，却忽略了我们的生命是从何而来的。父母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源头，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最原始、最深刻的连结。摄影师汤辉曾记录过一位项目经理柴一周的真实经历。年轻时的柴一周是典型的工作狂，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事业的版图扩张中。在他的世界里，项目、KPI、客户占据了绝对的中心。那时的他觉得自己像一架加满油的战斗机，可以无休止地在事业的天空中翱翔。而他之所以能如此心无旁骛，是因为他身后有一对为他托底的父母。他的父母身体尚可，有退休金，甚至还能帮他接送孩子。他们像两座沉默的山，为他屏蔽了生活的琐碎与风雨，让他可以轻装上阵，去追逐他的诗和远方。他对此习以为常，甚至觉得理所当然。然而，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。随着父母年岁渐长，这两座山的根基开始松动了。父亲的关节炎时常复发，母亲的血压也变得不稳定。医院成了他们不得不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柴一周的世界从此被劈成了两半，一半是会议室里激烈的争论和计算机荧幕上闪烁的数据，另一半是电话那头母亲焦灼的声音和父亲压抑的呻吟。他开始在开会时走神，在签约时犹豫，他害怕手机在深夜响起，那清脆的铃声对他而言不至于一场山崩海啸的预警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他正在一个关键项目的冲刺阶段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，疼得下不了床。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将手头所有的工作交给同事，飞车赶往父母身边。在医院的走廊里，闻着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味，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的苍白的面容，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，所谓中年人的岁月静好，不过是建立在父母身体健康的脆弱基石之上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自己过去所向披靡的底气，并非源于他有多么出色的能力，而是因为他的后方是稳固的。一旦父母这座靠山倒下，他所有的事业成就
都可能在瞬间变得无足轻重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大多是负重前行的一代，肩上扛着事业的重担，心中怀着对未来的期许，脚下是飞速旋转的时代车轮。我们总觉得自己很累，但我们常常忘了，在我们身后还有2位更累的人，他们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，燃烧了自己的岁月，照亮了我们的青春。当他们老了、病了，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去成为他们的依靠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扎心，中年人最大的崩溃，不是失业，不是破产，而是父母生病时，你却无能为力。那种无力感，一半来自于对父母病痛的心疼，另一半则来自于对自己分身乏术的痛恨。你既想在病床前尽孝，又怕耽误了工作，断了家庭的经济来源。那种拉扯和撕裂，足以将一个再坚强的人碾压成粉末。所以，人到中年，我们必须重新校准人生的优先级。我们向外追逐的脚步可以适当放缓一些，但向内扎根的深度却必须不断加强。这个根首先就要扎在父母的安康之上。这不仅仅是常回家看看、打个电话那么简单，它需要我们投入真正的时间、精力和智慧。比如，定期带他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，把潜在的健康风险扼杀在摇篮里。比如，为他们配置好必要的商业保险，让他们在面对疾病时能有更从容的底气。再比如，耐心地教他们使用智慧手机，让他们能融入这个时代，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，而不是成为被遗忘的孤岛。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陪伴，多听听他们的唠叨，那里面藏着他们对我们最深的牵挂。多肯定他们的价值，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被需要，而不是一个累赘。父母安好，我们才能心安。这份心安，是任何功名利禄都无法替代的最奢侈的幸福。它是我们在外面世界冲锋陷阵时，心中最稳的压舱石，滋养伴侣、守住生命的土壤，拓宽存在的广度。如果说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根源，决定了我们扎根的深度，那么伴侣就是我们生命得以伸展的土壤。这片土壤是否肥沃，决定了我们这棵树能否枝繁叶茂，抵御风霜。曾听过一对企业家夫妻的故事。早些年，丈夫因为一次冒进的投资，一夜之间从身家过亿的富豪变成了负债千万的富翁。那段时间，他的人生从云端跌入谷底，朋友躲着他，伙伴离开他，连最亲的亲戚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几天几夜不吃不喝，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完了。就在他准备放弃一切的时候，他的妻子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走进房间。他没有一句责备，也没有一句抱怨，只是平静地对他说：多带点事儿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只要你这个人还在，我们这个家救他不了。吃完面，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跟债主们谈。丈夫望着妻子那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睛，突然就泪流满面。他知道，他失去的只是金钱，
但他拥有的却是全世界都换不来的最珍贵的宝藏。后来的故事充满了逆袭的热血，妻子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私房钱，陪着丈夫一起从一个小小的档口重新做起。丈夫负责产品研发，妻子负责市场销售。他们白天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晚上是相互慰藉的亲人，经历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和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8年后，他们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还建立了一个比之前更稳固、更健康的商业帝国。在他们东山再起的庆功宴上，丈夫拿着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：今天我最想感谢的不是任何一位投资人，也不是任何一位员工，而是我的妻子。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是她给了我一束光。她让我明白，好的婚姻不是一场关于资产的匹配，而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合伙。她不是我背后的女人，她就是我最强大的后盾。这句话道尽了中年夫妻关系的真谛。年轻时的爱情，或许是荷尔蒙的激情碰撞，是风花雪月的浪漫，但人到中年，当生活的滤镜褪去，当柴米油盐的琐碎成为日常，伴侣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恋。他是你最亲密的枕边人，是你最长久的同路人，更是你人生这场无限战争中唯一一个可以把后背完全托付的盟友，一个知你冷暖、懂你悲欢的伴侣，可抵万金。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回到家，有一个人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，而不是一连串的质疑和说教。再多的疲惫也能烟消云散。当你对未来感到迷茫，有一个人能坚定地握着你的手，对你说别怕，有我。再大的风浪也敢于去闯。反之，一个与你离心离德的伴侣，则是你人生最大的内耗。你所有的能量都会在无休止的争吵、冷战和猜忌中被消耗殆尽。家不再是温暖的港湾，而成了一个冰冷的战场。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一个人即便在事业上再成功，他的内心也必然是荒芜和孤独的。所以，善待你的伴侣，是中年人最顶级、最长远的投资。这份投资不是让你去买昂贵的礼物，而是让你用心去经营。是在他忙碌时主动分担一些家务，是在他沮丧时给予一个耐心的倾听，是在意见不合时学会先处理情绪，再解决问题。是你对他的好，最终都会以幸福和安宁的形式加倍回报到你自己身上。很喜欢一句话：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。人到中年，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虚无缥缈的风光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合格的生活搭子，一个可靠的人生伙伴，一个不管起落输赢都永远站在你身边的定海神针，引领孩子守住生命的延续，延伸存在的未来。如果说父母和伴侣构成了我们人生的根与土，那么孩子就是我们生命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最挺拔的枝干。这枝干能否茁壮成长，不仅决定了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，更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价值能否以一种更美好的形式得以延续。著名教育家李玫瑾教授
曾分享过他一位朋友的故事。这位朋友是长沙一家顶级医院的科室主任，医术精湛，40出头就功成名就，是所有人眼中的成功人士。但就是这样一位在事业上无可挑剔的精英，却有一个让他头疼不已的儿子。他的儿子成绩一塌糊涂，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，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、跟人打架。妻子无论怎么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换来的都是儿子不耐烦的甩脸和砰的一声摔门。为此，妻子没少责怪他，说他只顾自己的事业，对儿子的教育从不上心。他起初还不以为然，觉得男孩子淘气点很正常，长大了自然就好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件小事彻底击溃了他所有的骄傲。那天他在门诊遇到一个年轻人，陪着他年迈的父亲来看病。老人有些咳喘，那个小伙子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扶着他，一会儿递水，一会儿轻轻拍背，眼神里满是关切和耐心。那一幕看得他鼻子一酸，再想到自己那个视他如仇人的儿子，一股巨大的悲哀和懊悔瞬间淹没了他。那一刻，他才痛苦地领悟到，一个人事业上再大的成功，也无法弥补家庭教育失败所带来的巨大缺憾。你赚再多的钱，换不回一个懂事上进的孩子；你拥有再高的社会地位，也抵不过孩子不成器所带来的晚景凄凉。教育学家刘哲说，人到一定年纪，孩子的人生走向往往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。这句话对于中年人来说尤为真实。一个省心的孩子是你晚年最大的福气和底气，而一个不省心的孩子则是你下半生所有烦恼和痛苦的根源。我们总以为自己拼命工作，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物质条件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。于是，我们用昂贵的学区房、名牌的衣服、无尽的补习班，去填满他们的生活，却唯独缺席了最重要的东西——高质量的陪伴和用心的引领。我们总觉得孩子的路还很长，教育可以慢慢来，但我们忘了，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效期的。在他童年和青春期这段最关键的时期，你若缺席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。你今天在亲子教育上所有偷的懒，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最响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抽在你自己脸上。有远见的父母都懂得一个道理，给孩子留下万贯家财，不如给他种下3样东西：健全的人格、良好的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力。这3样东西才是他将来安身立命、应对人生风雨的真正的不动产。所以，人到中年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。我们不仅仅是提款机，更应该是引路人。再忙，也要抽出时间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去，陪他读一本书，跟他打一场球，听听他在学校的趣事和烦恼。你的每一次陪伴都是在为他的人生打地基。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。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首先就要活成那个样子。你孝顺父母，你的孩子才会懂得感恩；你和伴侣相亲相爱，你的孩子才会懂得如何去爱；你对工作认真负责，你的孩子才会懂得什么是责任。家风就是这样在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中
传承下去的。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，不是银行里的存款，也不是房子的大小，而是养育出一个懂事、善良、有担当的孩子。你在他身上倾注的所有心血，终将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化为你最安心、最温暖的回报。诗人穆尔说，一个人为寻求他所需要的东西，走遍了全世界，回到家里，找到了。这句话，恰如我们这兵荒马乱的中年。我们曾经以为，幸福在远方，在别处，在那些需要我们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地方。于是，我们一路追逐，一路奔跑，不敢停歇。但当我们被岁月磨平了棱角，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时，才终于明白，人这一生，所有向外的追寻，其本质都是为了更好地向内回归。就像卓别林，他赢得了整个世界，却在63岁那年，才真正找到了回家的路。他在日内瓦湖畔的庄园里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宁、最幸福的25年。那份被家庭滋养的平静与从容，是他任何一部电影都无法给予的。我们的人生或许没有卓别林那样的波澜壮阔，但我们每个人都在上演着属于自己的悲喜剧。当我们在职场上感到疲惫，在人际关系中感到厌倦时，不妨也学着回家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幸福便有了最具体的模样。父母头上虽已染霜，但身体依然硬朗，笑着问你今天想吃什么。伴侣递过来一杯热茶，懂你所有的欲言又止，给你一个无需言语的拥抱。孩子的欢声笑语从房间里传来，像一首最动听的旋律，瞬间治愈了你所有的疲惫。中年以后，你会越来越深刻地懂得，门外的风光终究如过眼云烟，虚无缥缈。门内的寻常日子，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用心去经营的人间烟火。因为再多的财富，也比不上家庭的幸福；再大的盛名，也不如家人的安宁。从今天起，试着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个叫做家的地方吧，去好好的爱你的父母、你的伴侣、你的孩子。在你为他们付出的同时，你也会惊喜地发现，你正在被他们深深地滋养着。你那颗因常年奔波而变得焦虑、坚硬的心，会在家人的温暖中重新变得柔软、安宁而充满力量。而这或许就是中年这场修行最终想要教会我们的最深刻的智慧。